一睁开眼，就觉得心里很乱，不知道为什么烦，也说不上哪里痛，只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。那种混乱，不是外在的混乱，而是一种从内在蔓延的失序与不稳，像是曾经坚定的信念，一夜之间崩塌，像是原本熟悉的自己，突然变得陌生。你开始质疑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又不够努力了？是不是一切都要放弃了？你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混乱从来不是结束，它只是另一种开端。灵魂从来不会让你白白陷入混乱，每一次崩解都是为了更深的重建。混乱不是失控，而是旧的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的你正在准备诞生，只是你还不知道。你正在改变的不是某件事，不是某段关系，而是整个你。你正在穿越一场灵魂的蜕变。你之所以痛，不是因为你错，而是因为你常出来的方向已经不再适合你现在的频率。你不再是那个习惯忍耐、迎合、勉强的你。你开始渴望真实，渴望靠近自己，渴望活出内在的完整。但真正的改变从来不会在舒适里发生，所以宇宙将你送进混乱，将你所有的确定拆解，将你旧有的信念翻转，不是要惩罚你，是要让你重新选择，重新选择你要相信什么，你要走哪条路，你想成为谁。混乱是宇宙的语言，它不是说你做错了，它是在说你准备好了，准备好看见那些你不愿面对的真相，准备好放手那些你以为不能失去的安全感，准备好诚实对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逃避，混乱会开始变得温柔，它不再像洪水一样冲击你，而像一条深深的河流，带你穿越过去的自己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不再靠外在定义自己，你不再因为别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，你不再需要完美才觉得值得。你开始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步伐。你开始明白，原来人生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个不断蜕变的旅程。你终于理解，那些看似最混乱的时刻，其实是最接近自己的时刻。因为只有在失序中，你才会真正去问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到底是谁？而当这个问题在你心里浮现，光就出现了。不一定是耀眼的光，也许只是一点微亮，但那道微光会带你走出黑暗，会让你明白，你不是被遗弃，你是被召唤，被生命召唤，去爱自己，去成为更真实的你，去活出灵魂原本的模样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如果你现在很乱，请不要急着逃离，不要急着下结论，不要急着放弃自己。请记得，混乱不是你的终点，它是重生的开始。
混乱的尽头，不是绝望，而是你与光的会面。而光从来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愿意诚实面对的那一刻开始亮起。你是不是正在经历一段说不上来的混乱，情绪不稳，睡不好，心里一直有事，却又说不清是什么？你会突然想哭，也会突然想逃，一切都像有压，却又看不到出口。也许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又崩了？是不是哪里搞砸了？是不是变得比以前更脆弱？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你，不是失控，也不是倒退，这是你灵魂正在重组，是一场无声的蜕变。你正在脱下过去的自己，那些习惯压抑的，习惯逞强的，习惯讨好与忍耐的你，正在慢慢松动。你以为的混乱，其实是你的旧模式，正在一点一滴被拆除。你会觉得我怎么变得这么情绪化？因为你正在学会感受。你会问，为什么我开始说不？因为你开始愿意选择自己。你会突然觉得很多人事物不合了，因为你正在往更靠近灵魂的方向走。混乱不是失败，是你与真实靠近的必经过程。灵魂的成长从来不是光鲜亮丽的，真正的蜕变往往发生在看似最乱的时候，就像蝴蝶在变化前，是躲进茧里，是一段完全溶解、看不到未来的黑暗期。那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切开始转化的前兆。而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阶段。你的乱，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正在变得更真实。过去那个小心翼翼的你，正在长出新的信任。过去那个靠外界认可生存的你，正在学会看见自己的价值。这个过程会不舒服，会混乱，会让你想要退缩。但如果你愿意再坚持一下，你会发现，这不是你崩坏，而是你重建。你正在从恐惧走向爱，从匮乏走向丰盛，从怀疑走向信任。每一个你以为的低潮，其实都是灵魂在对你说，你准备好了，可以离开旧的世界了。这是一种祝福，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像是混乱，但当你学会不急着逃避，你会发现，每一场乱都带着智慧。那些眼泪，其实是爱在清理残留的悲伤；那些不安，是灵魂在帮你整理界限；那些看不见未来的日子，是宇宙要你先把自己找回来。因为如果没有现在的这场乱，你不会停下来，不会愿意往内走，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内在这么渴望自由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请不要再骂自己了，不要说我是不是哪里坏掉了。你没有坏掉，你正在苏醒，一个更诚实、更敏感、更有力量的你正在诞生。那些你以为撑不过去的，都会变成你未来的底气。那些你在哭的夜晚，会成为你最深的温柔。而当你穿越这一切，你会感谢那个不放弃的自己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你没有输给命运，你只是蜕变的
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曾有过那种感觉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了。曾经坚定的梦想，好像失去了意义，努力的方向变得模糊。你问自己，我怎么会走到这里？我真的还在正确的路上吗？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偏离了生命的轨道？是不是浪费了时间？是不是选错了人生？那种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感觉，像雾一样，把你整个人都包住了。但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没有错路，你只是走在一段通往觉醒的路上。迷路从来不是离开目的地，而是靠近真正的你。生命不会安排一段错误的历程，即使现在看不懂，即使你以为自己跌落谷底，也请你记得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。因为灵魂的成长从来不是笔直的道路，它会转弯，会绕路，甚至让你摔一跤。但每一次的混乱与偏离，其实都是灵魂在对你说，你已经准备好看见更深的真相了。那些看似没方向的时刻，是宇宙暂停你，让你重新感受，重新选择，让你从别人的期待走回自己的心。你以为你迷了路，其实你只是走到了必须觉醒的那个岔口。你不能再用旧的方式前进，不能再为了符合别人而活，不能再无视自己内在的声音。你的灵魂正在敲门，它不是在责怪你迷失，它是在邀请你回家，回到你的感受，你的渴望，你的真实。觉醒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奇迹，它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片刻。也许是一场失败，也许是一段分离，也许只是一个孤独的夜晚。但就在你什么都不确定的时候，你突然听见心里有个声音说，我想活得更像我自己。那一刻就是觉醒的开始。你开始愿意问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这是我爱的方式吗？这是我内在的选择吗？而这些问题会带你离开表面的生活，走进你灵魂真正的目的地。你会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无法违背自己的感受。你会开始放下那些让你委屈的关系，你会放弃那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努力。你会选择更宁静的爱，更诚实的交流，更柔软的自己。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你曾经的迷路。迷路让你停下来，让你重新学会感受而不是完成。它逼你放慢脚步，让你有空间去听见内在那个一直在等待你听见的声音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什么都不确定，什么都做不好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请你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你不是落后，你不是失败，你只是正在醒来，正在从熟睡中睁开眼，看见真正的自己，那个比你想象的还自由，还真实，还有力量的你。请相信，你没有浪费任何一步路，也没有绕错任何一个弯，因为你所走的每一步
都会带你回到那个更完整的自己。所有的迷路，都是觉醒的伏笔，都是灵魂的安排。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答案，你只需要愿意诚实地面对现在的你。你迷的那条路，正在为你铺出属于你的方向，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，一条只有你走得出的光。有时会觉得自己很糟糕，心很乱，情绪上上下下，脑袋停不下来，也不知道该相信谁。也许你刚哭过，也许你正在烦躁，也许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受。你试着平静，但内在像打结一样，越想清楚，就越混乱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又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吸引了不对的东西？是不是宇宙不理我了？但亲爱的，我想你知道一个秘密，当你最乱的时候，宇宙其实最靠近你，不是因为你混乱所以被惩罚，而是因为你正在穿越一个灵魂的转弯。每一次混乱，都是你开始脱离旧有轨道的征兆。你的心乱，是因为你正在松开那些早已不再适合你的信念与模式。你觉得撑不住，是因为内在在重组。你正在学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活着，而在这个过程里，宇宙不但没有远离你，它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靠近你，靠近到你可能听不见它的声音，因为你太用力在思考，在对抗，在怀疑。但其实宇宙一直都在你身边，只是你在乱的时候忘了怎么安静。宇宙靠近的方式，不是替你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用无声的方式提醒你，你不孤单。它可能透过一首歌，一段话，一场偶然的对话，让你突然心里一动。那一动，就是宇宙的讯号。当你最乱，你也最敞开。你不再装坚强，你不再硬撑，你开始变得真实。而宇宙最喜欢的，就是你愿意诚实地做自己。你不需要完美才值得被支持，你不需要平静才值得被爱。宇宙从来不怕你的混乱，它只怕你不愿相信自己。因为你一旦相信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宇宙的力量就能进来。不论你现在有多乱，多想逃，多想放弃，请你停下来，深呼吸一下。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，不是要让你崩溃，是要让你转向。你会开始明白，你可以放下对抗，你可以放过自己，你可以在乱中找到一个全新的你，那个不再压抑，不再假装，不再讨好，不再怀疑的你。你不需要等一切都好了，才去相信宇宙的爱，才去相信自己的价值。你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就已经足够值得了。乱的时候，正是宇宙最能靠近你的时候，因为你终于放下了保护色，放下了控制，放下了强撑，你回到自己了。而宇宙一直在这里等你，等你愿意听见心里的那个声音说，我好像不是那么不值得。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打开了接收的门。乱不代表你错，乱
只是说明你在转化，在觉醒，在松开那个不再属于你的旧我。而当你穿越这场乱，你会发现，宇宙没有离开你一秒，它只是一直在你身边等你相信。有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走得太久，太累，太暗。你试过正面思考，试过冥想、书写、感恩清单，也试过对自己说我会好起来。但某些夜晚还是特别黑，心里闷闷的，脑子停不下来，情绪起伏很大，却又找不到明确的原因。你努力想走出来，却越走越迷路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？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？是不是想太多？是不是就是不够坚强？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黑夜越深，光就越近。不是你失败了，不是你被遗弃了，而是你正走在灵魂最深的转化点上。真正的转变不会让你感觉舒服，它会让你质疑一切过去的信念，动摇所有你以为坚定的方向，甚至会让你开始怀疑我是谁。但这一切不是毁灭，是重生前的彻底清空。你不是崩坏，你是灵魂正在脱壳。你经历的黑夜不是惩罚，而是准备。当灵魂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，你会先被带入一段空白，一段什么都抓不到的时间。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。但请你相信，这样的你不是走错路，而是走到了一个门口。越是黑的时候，代表门越近了。你看不见，是因为你正在过滤那些不再属于你的东西。你会开始变得敏感，变得脆弱，变得需要一切重新来过。那是灵魂的声音在说，这里太拥挤了，我们需要空间。所以旧的会离开，人际会断裂，情绪会大起大落，而这一切都是让你准备好去迎接真正的光。你会发现，你开始不再讨好，不再伪装，不再用忙碌麻痹自己。你开始想安静，想面对，想真正的活得有感觉。这就是光的前奏。真正的光不是灯一样突然亮起来，而是像清晨一样，一点一点微亮。当你还在黑里的时候，你可能还看不出来那点光在哪里，但只要你还在走，还在呼吸，还愿意不急着放弃自己，那道光就会渐渐靠近你。它可能藏在一句朋友的话里，藏在一本书的某页，藏在你早晨醒来时的那口气息里。它不会轰轰烈烈地出现，因为它不需要证明它的存在。它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太累了，一时看不见而已。所以请不要怪自己，请不要急着离开这个夜晚。黑夜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它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东西。它让你不再用眼睛看，而是开始用心去感受。你会发现，你真正渴望的不是答案，而是平静；不是控制，而是信任。
你不需要赶快走出来，你只需要愿意待在这里，一点点呼吸，一点点陪伴自己，一点点对生命说：我虽然还不懂，但我愿意相信。光就是从这句话开始靠近的。你会看到，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，原来你在这黑夜里长出了更深的力量。当那道光真正来临时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它来救你，因为你已经学会怎么在黑里也能够活着。这就是灵魂的觉醒，不是逃离黑夜，而是在黑夜里发现自己原来就是光。你会突然觉得很难受，好像没有明确的理由，但整个人就是不稳、不安，不想说话。你会想静下来，却又静不下来。你会想控制自己，却连情绪都瘫在地上。你的思绪一团混乱，心里像被什么拉扯着，既想靠近，又想逃开。你不懂，为什么自己会变这样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却像掉进什么洞里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是不是情绪太多？是不是哪里坏掉了？但亲爱的，我想你知道，这不是坏掉，这是灵魂在说话。那种动荡不是问题，是邀请，是一种爱的召唤，只是你还不习惯这样的语言。因为爱的语言有时不是温柔的，它也会震动、击破、翻搅你，但它这么做不是要摧毁你，而是要让你看见你早就该松开的东西。灵魂的动荡是内在深处的爱在对你说：醒来吧，醒来，去听自己真正想说的话，去面对你一直不敢触碰的伤，去感受你一直压抑的渴望。动荡是灵魂的呼吸，它不是错乱，而是重生之前的转场。你会觉得世界变了，其实是你开始准备不再妥协。你会开始讨厌自己以前的讨好，开始不愿意再假装没事，开始想问一句：我到底想怎么活？而这些问句就是爱的种子。真正的爱从来不只是温柔地包裹你，它也会带你走进真相，走进你的恐惧，走进你的脆弱。因为唯有看见，你才能自由。你之所以不稳，是因为旧有的自我在动摇。你之所以痛，是因为爱正在穿越你的防备。你可能还没准备好，但爱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它在拆你的墙，它在推开你紧握的过去，它在提醒你，这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爱知道，你不是懦弱，只是你曾经太努力撑住一切。现在，他要你松手了，松开那个什么都要懂、都要稳的自己，松开那个连崩溃都不允许的自己，松开那个习惯不被需要就感到没有价值的自己，让你真正的样子浮出来，不是更好的人，而是更真实的灵魂。这段动荡会让你不舒服，会让你怀疑人生，但这正是通往你内在爱的通道。你不需要把自己修好，才能接住这份爱。
你只需要在动荡里说一句：我还在这里，虽然乱，但我还愿意爱自己。这一句话就足以让爱进来。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宇宙会靠近你，灵魂会靠近你，你自己也会靠近自己。这是一场回归，不是倒退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动荡，请不要急着找出口，这不是出口的时候，这是醒来的时候。爱不是在你完美时才来，爱是在你最破碎时，偷偷潜入你心里的那道光。你只要愿意呼吸，愿意不再躲起来，愿意哪怕哭着也不逃跑，你就已经在接住爱了。因为这一场动荡，从头到尾，就是爱亲手为你铺的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